吹牛不打草稿是什么样子？今天就让大家见识一下。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先给大家复述一段原话啊。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都很好，人民也有权利，比如韩国、日本、南越等一些国家，很贴心，怕我理解不了，还给我举了几个例子。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在没有数据支撑的情况下，还能信誓旦旦地给我说出这样的话。为了验证你这个观点，我还专门去查了不少的资料，最后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就说韩国吧，2021年韩国经济增速为发达国家之首，比美国还高啊。截至2019年，韩国工薪阶层月平均收入为309万韩元，中位数为234万韩元。这里边月均收入中位数50%以下的占比20.1%，150%以上的占比29.6%，50%到150%之间的占比50.4%。相比之前几年，不但收入有所增长，收入不平衡的情况也相对有所改善。乍一看啊，真就是发达国家该有的模样。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截至2021年，人均 GDP 甚至都突破3万美元大关了。但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去除这些纸面数据，真正能下沉到民生市场的有多少？难道资本主义世界里评价人民生活水平的时候都是从上往下的唯结果论吗？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对于除了首尔就是农村的经济现状，全国5000多万人，50.1%都聚集在首尔都市圈的人口现状，年轻人躺平、自杀率居高不下的民生现状是一个字都不提。这里还没算那些流入西方资本口袋里的 GDP 啊！然后你还告诉我，人民生活水平都很好，人民也有权利，好在哪呢？人民的权利又在哪呢？不过不要紧，你不说我来说。我的认知里，想要客观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无非就3个方面：国防、经济、民生。韩国的国防真不是我不想说，进了北大西洋动物园还有个锤子的国防呀。至于经济，就是前面说的那些，整体上可圈可点。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那几个巨头和普通中小企业的市场占比。就拿三星电子来说，2020年光是这一家就占了韩国 GDP 总额的6%以上。可截止21年，三星电子的员工总数只有11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三星电子用0.2%的人口就制造出了6%以上的 GDP， 明显不成正比啊。同期，韩联社还出台了一份报告，韩国全国100强企业中提交报告的53家上市公司，员工总数都不到70万人。大概意思就是巨头企业效益好，但是解决不了就业；普通中小企业可以解决就业，但是竞争力不够，效益不好，还是解决不了就业。反馈到民生上，就是激烈的竞争，通俗来说就是人权。对于普通人来说，最简单也是最容易达成的上升渠道，无非就是教育。然后你就看到了韩国年轻人那70%的高等教育比例。但明摆着，如此激烈的竞争，光是这种程度的教育水平，充其量也就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肯定是不够的。想要真正的打破僵局，还得看校外教育，这才是韩国教育内卷的主战场。几乎可以说，在韩国你就找不到没有补过课的孩子。明明是个小学生，却好像比打工人还要忙。有数据统计啊，韩国小学生晚上12点睡觉都算是早睡，普通高中生的平均睡眠时间更是只有6个小时。如此庞大的卖方市场，你觉得韩国的教育成本会低吗？2017年，韩国上映过一部跟课外教育相关的纪录片，里边很直观地描述了韩国多数家庭每月光是给孩子补习班的花费就要超过100万韩元，这还只是普通老师的价格啊。明星讲师那都是按小时收费的，每小时200万韩元稀松平常，500万韩元也不是没有。大家还记得前面说的韩国中位数收入吗？截至2021年只有234万韩元。现在大家还觉得这个收入水平高吗？别着急，这还只是教育支出，真正的消费大头还在后边呢。韩国的首尔都市圈有多大？并不大，说白了还没有咱们的北京大。可就这么大点地方，硬生生承载了韩国近1半的人口。因为那些企业，尤其是巨头企业，都在这里。无数年轻人怀揣着自己的梦想、父母的梦想，熬过了小学，熬过了中学，好不容易通过高考，进入名校，顺利毕业，然后却发现他即将要去的地方房价全球第2高呀。留给年轻人的有且只有2个选择，要么选择超长时间的通勤，要么选择超高的房租，然后还不一定能进入理想的企业，当一名合格的打工人。那些巨头企业所能保留的就业岗位就那么点，韩国人均收入确实不少，但是去掉通勤、房租，再去掉日常消费，最后又还能剩下多少？真正的财富获得者，最终还是那些房地产公司或者在首尔拥有多套房产的富人群体。最为关键的一点啊，不像其他大国地广人稀，再不济光凭种地也能自给自足。韩国5000万人口，粮食自给率只有25%，日常消耗基本全靠进口，这一条直接就卡死了韩国年轻人的所有退路。他们没有选择，只能继续内卷，每天面对街头那拥挤的人潮苦苦挣扎。当然，对于那些实在卷不动的年轻人，其实还有一个选项：移民，逃离韩国这个是非地。有数据统计，20岁到30岁的韩国年轻人当中，最起码有70%以上的人正在考虑移民。不想移民，那就继续内卷。这还只是韩国年轻人的单身阶段，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嘛。后边还有婚姻、儿童教育、
车贷、房贷等一系列的大头支出。尤其是房贷，截至21年，不说首尔啊，首尔都市圈的边缘地带，京畿道或者仁川这2个地方，随随便便一套公寓的价格5亿韩元。请大家告诉我，韩国的年轻人该怎么办？没别的办法，只能选择贷款啊。现在的数据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2019年的韩国工薪阶层人均负债4245万韩元。除非韩国年轻人都选择躺平，不结婚、不生子、也不买房，人口出生率是一路暴跌啊。截至2021年，平均初婚年龄直接就拉到了男性33岁，女性31岁，生育指数只有0.8，而世界人口组织所公认的数据却是2.1，明显相差甚远。我这账号男粉比例86%，就不难为各位观众老爷了。大家要是不信的话，就去问一下自己的对象，问一下他们现在看的韩剧里边男女主的人设年龄是不是普遍都是30岁左右。这就是最真实的体现啊！剧本是跟着受众走的。还有一点，如果你觉得躺平韩国年轻人就能轻松的话，那你可就错了。对于韩国年轻人来说，就算躺平也得上班。就像前面说的，韩国粮食自给率只有25%，上班最起码还能养活自己，不上班的话，可能就真的连自己都养不活了。随着老龄化加剧，这些年轻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真正能顺利工作到退休的又有几个？就算是顺利退休了，房价压力影响下，年轻时候的积蓄够用吗？社会老龄化影响下，退休后的退休金收入还足够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吗？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截止21年底，韩国65岁以上的老人贫困率就已经高达43.4%，超过70岁的人群当中，甚至还有30%需要继续上班。现在全球经济局势还不咋地，韩国年轻人的未来，你敢想吗？他们眼中的韩国，真就是一个就算放低期望也没办法豁然开朗的地方呀。哦，对了，差点忘了，韩国考公的年轻人也不少，不过放在高度内卷的韩国，其实考啥都一样。19年，韩国20万人考公，最后录取的只有4953人，录取率2.4%。竞争到底有多激烈？大家自己想吧。这样的韩国，你告诉我，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好，人民也有权利，这不纯纯扯犊子吗？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